川咪，终于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年度爱用唇膏了。其实我觉得整理年度爱用唇膏比年度爱用彩妆还难呢，难度大概是5倍吧。因为其实唇膏算是一年中出的品项最多的，然后我可能要从近100支唇膏来选出我心目中的前几名。那因为它可能是同性质，然后我又用了很多，然后我要从我的使用频率最高，然后最想推荐给大家的。那其实今年算是我第3年拍年度爱用唇膏，那以往前2年都是选出前10名，但是今年呢，我就是依序挑选我最爱的唇膏之后，我只选出了前8名，然后后面几名可能就是差不多不相上下，所以我就想说，我也不想要硬凑，我就最后选出了今年是前8名爱用的唇膏跟大家分享。那刚好是有4支专柜跟4支开价，那我会先从专柜开始分享，然后后面会分享开价的。那大家看完之后呢，如果最近想要买唇彩花，这支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影片。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首先第一个年度爱用唇膏呢是植村秀的无色线粉雾保湿唇膏，我手上这个是今年的新包装，那它之前是出银色圆管的嘛，那新包装呢变成是黑色亚克力半透明的包装，然后也是变成方管的，所以它有一个昵称叫做小黑方口红。我个人觉得今年的新包装质感提升非常多。那无色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这系列唇膏颜色很多，大概100多个颜色，然后有出6种质地。那我自己私心最爱的是粉雾这个质地，然后想要推荐大家色号是 BR781， 它是属于质感非常好看的铁锈棕红色。那粉雾唇膏它特色其实就是它饱和显色，然后擦起来滑顺。那粉雾就是擦起来不会到太干的雾，因为有些人可能怕雾面唇膏擦起来会很显唇纹，但是它其实不会到太干，然后太雾，所以变成说它是比较介于大家可以接受度比较高的雾面唇膏。那我不得不说，它的那个滑顺度真的是超级无敌好了。我之前发的时候啊，它就是这样显色，然后这样一笔画过去，你看它的显色度是很均匀饱和的。所以我自己私心就是，它真的是我今年很常就是不知道擦什么时候，我就会拿出来擦的一款唇膏。至于持久度的部分呢，我个人觉得算是中上，因为它就是吃东西内缘会掉一点点，但是整体它颜色不会掉到太多。那补妆的话也不会因为它是雾面的唇膏，然后会有一些死皮的产生。所以这支真的算是我今年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支专柜唇膏。再来第2支年度爱用唇膏呢是 Bobbi Brown 的精致水光唇膏。这一支唇膏呢其实是下半年度才推出的，但它推出之后我自己使用频率也非常的高，所以我就把它列入我的年度最爱唇膏之一。那其实 Bobbi Brown 他们家的包装大家印象就是奢华，然后几乎都是金色调为主的。那这一支呢，它的包装比较不一样，是做那种瘦长型的，有点像是烟管的包装。那金色的手感呢，我个人觉得跟他们家之前短的那种唇膏比起来是稍微比较轻一点，但是我觉得金色调拿出来补妆还是那种很有气势的感觉。那它既然叫做水光唇膏嘛，它擦起来的妆感就是比较偏向水光，然后润泽感很明显的那一种。然后我想要推荐的色号是 Bold Honey，也是稍微带土色调，但是它是比较偏向蜂蜜的土色。我个人觉得这个颜色是淡妆也可以驾驭的土色调唇膏。然后呢，我非常想推荐给喜欢水润保湿，然后光泽度高的人，因为它擦起来啊，就真的是滋润度高，然后保湿度高，然后它也会有修饰唇纹的效果。重点是它擦起来的水光感，我个人觉得是很精致的。因为有些水光感它可能珠光太大颗，或者是它不够浓郁，它就会看起来浊浊淡淡的，但它擦起来就是饱和度，以那种保湿唇膏来说，它的显色度也算蛮高的。所以我自己就是平常如果今天妆比较淡，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是唇况比较不好，想要擦一个保湿唇膏的话，我就是无脑使用它就对了。接下来第3支年度爱用唇膏呢是资生堂的精密亲吻唇膏。这支呢是国际柜去年的就是重新改版的新包装。那我个人觉得它包装是属于那种雾黑系的方管身，手感也很好，就是比较低调奢华的感觉。那精密亲吻唇膏呢，这一支我想推荐的色号是227，它是沉睡巨龙，它的色号名称很特别。227这个色号是比较偏向棕红色，可是我觉得它的红色调稍微比例大概70%，然后棕色调比例是30%，所以我觉得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带质感的红色调唇膏。那再来它的妆感啊，比较偏向水雾光。什么叫做水雾光呢？就是它刚擦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还蛮润的，然后随着时间会慢慢带越来越雾感，可是它不会到完全雾，所以它很适合想要有点尝试雾面妆感，但是又不敢怕太干、太雾或者太显唇纹的人。那再来这支精密亲吻唇膏的优点啊，就是它真的超级滑顺的，然后显色度我个人觉得很厉害，它显色就是轻轻画一笔，我真的就是随便这样画一笔，
它的显色度就很高，所以你与其怕它颜色不够饱和，不如怕你在上唇的时候它颜色会太饱和。然后因为它的膏体本身是做比较细的，所以我觉得优点就是比较好去勾勒唇形，因为有些唇膏膏体做太粗，有些比较没有上唇膏经验的人会很容易画超出你的唇缘界限，所以这是它的小优点。但是也要注意的是，因为它的膏体可能真的太滑顺了，其实是有点偏软的，大家记得在上的时候不要转太多出来，不然会很容易融化跟断掉。不过这支唇膏我觉得它算是比较低调型的，可是如果你想找一支好看的红唇，然后质感的红唇，不要太老的红唇，这一支227我个人就是还蛮推荐的。接着最后一支年度爱用的专柜唇膏呢，是 Giorgio Armani 的奢华定制柔雾唇膏。这支是今年出最久了，它是今年1月1号上市的，但是它到年底就是大家的网络好评依旧非常的多。我之前有发过试色影片。那这支柔雾唇膏呢，它延续了 Giorgio Armani 他们家的质感，就是雾红配雾黑的这种不规则圆柱体组合。它有个昵称叫做小红帽唇膏，然后它是有做这样磁吸式的设计，然后手感也非常好，是我今天分享的专柜唇膏中，我觉得质感最好，就拿在手上，然后不管是补妆或是干嘛，就是奢华度满分这样子。那在这支唇膏呢，它上起来妆感就是比较偏向柔雾感，我觉得是有点像是奶霜的那种雾感，或者有点像是汽车那种消光的那种妆感的感觉。然后我想要推荐大家色号是201，其实他们的色系比较偏多一点粉色调跟红色调，但是我觉得201是我里面反而印象最深的颜色。就是如果你喜欢比较偏裸色粉色，你可以选他们家比较招牌的那种500那种裸粉色。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找那种很气势，然后擦起来就是很有记忆点的红的话，我就是强力推荐201这个色号。它是属于那种胭脂红，比较深、比较暗红色的感觉，然后擦起来就是很帅，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很帅。在这支唇膏，它的优点就是它擦起来也是非常的显色，然后雾感是今天分享的专柜唇膏中最雾的。可是因为它有添加了那个精油质地，所以你擦起来会觉得，它明明是雾的，可是却不会有显唇纹，或是也不会有干的感觉。它不需要用护唇膏打底哦。我个人觉得它以这么雾的雾面唇膏来说的保湿度算是很不错了。那它的持久度表现，我觉得也算是中高，就是吃东西也不会完全掉，只会掉一点点内缘，然后整体补妆啊，因为它有加了精油，所以其实保湿度也够的。那你会想问我说，那这支跟植村秀那支粉雾唇膏擦起来的差别在哪呢？我个人觉得 GA 这支擦起来稍微更偏雾一点，然后植村秀那支擦起来是比较偏向柔雾，有点点微微柔焦感，还是比这支带有多一点点光泽感。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个人喜好，就是我喜欢更雾点，那你可以选 GA 这支。如果我说我不想要那么雾的话，那你可以选到植村秀那一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年度最爱的开价唇膏。首先第一支我的年度最爱开价唇膏，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太难猜吧？答案就是 Maybelline 的超持久雾感液态唇膏。这支呢真的非常厉害，因为它连续2年蝉联就是我最爱的年度爱用唇膏。那我去年推荐的是70号这个嘛，就是第一次推出的色系。然后那时候我有说它一开始推出的色系比较怎么讲极端一点，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难以驾驭。可是今年我要推荐的色号呢是135，因为它今年推出了11个新色，然后比较偏暖色调。这11个新色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什么地雷色，就是亚洲女生应该都蛮能驾驭的色系。那我自己最喜欢擦的呢就是135这个色号。那它上起来妆感呢是比较偏向雾光感。不过这支为什么会成为我心头好，主要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它主打特色就是超持久、不掉色、不沾杯嘛。那很多说不主打不掉色、不沾杯，其实就是要么就是超难卸，要么就是其实它没有那么不沾杯。可是这支的持久度，我个人觉得真的非常的厉害。只要我基本上出去旅行，然后或者是我长时间需要带妆，或者是长时间不太方便补妆的话，我就会带着它。它真的就是我用下来啊，最爱的一支开价唇膏。而且听说它好像今年也入选了屈臣氏的，就是前几名的唇膏的销售榜单这样子。不过啊，这支唇膏它有一个小小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它的上妆方式会影响它的持妆度跟它的整个妆感。那因为我之前有拍过试色影片，我今天就不再说一遍。大家如果对这支唇膏有兴趣的话，我们就点进去我之前的试色影片，你也可以顺便看看其他有没有你更喜欢的颜色。我也没有跟大家分享怎么样上妆它的持久度会更好。总之呢，它就是我今年就是目前最爱的开价唇膏，使用频率最长的一支。然后色号是135枫红色。
接下来第二支年度爱用唇膏呢，竟然是同一个品牌的，是 Maybelline 的极战色断光丝柔唇膏。那极战色唇膏它也出非常多不同的质地嘛，那断光丝柔算是比较新一点的质地，可是它一推出之后呢，就大受好评。我觉得不难想象，因为它上起来的妆感就是属于断光光泽，那断光呢就是介于水光跟比较低调的雾光之间，所以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就是喜欢偏保湿滋润妆感，但是又不想要光泽度太高或是太水或者是太不持久的人。简单来说就是比较低调内敛的光泽感。那我想要推荐的色号呢是518，518这个颜色呢，我之前在试色影片就有分享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应该没有人会不喜欢的颜色，它就是很中间，带一点点粉色调，又带一点点红色调，又带一点点橘色调，柔合在一起的一个完美比例，所以它就是一个无脑可以擦的组合，它可以搭任何不同色系的妆容这样子。那它的优点呢，除了我刚刚说的保湿滋润显色之外啊，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稍微带一点点染唇效果，所以说它会比一般的光泽型唇彩持久度稍微更高一些。不过你在卸的时候，你要记得就是一定要用眼唇卸妆，或者是说你要记得多敷几秒，让它可以比较彻底的卸干净这样子。那除了我手上的这个518推荐之外，它其实后来隔了半年又有推出了新的包装。那新的包装呢，我想推荐也是370，就是370就是很标准的枫红色，这两个颜色都是我平常就是会搭配妆感在擦的色号。好，接下来第三支年度要用的开价唇彩呢是艾咪咪的我爱心机好感干燥纯粹。这支包装就是非常非常的韩系，它是用那种微雾感，然后圆管的包装，因为小小支的，我觉得也还蛮方便携带的。再来呢，它既然叫做干燥纯粹，它上起来的妆感呢是属于那种天鹅绒的那种微雾质地。然后我想推荐大家的色号是003，它是叫做西柚橘。它的西柚橘呢，我觉得是比较橘色调中饱和度比较低一点，彩度比较低一点点。因为有些橘色调太亮太荧光的话，其实反而会没有那么修饰肤色，所以它就是属于有一点点橘，然后有点点土，然后比较低调一点点感觉。然后因为它颜色也不会太深，所以我觉得日常擦也很好看。那在这支干燥纯粹，我为什么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我那时候在发试色影片的时候，标题就打雾面不干，因为它是属于那种质地很轻盈，然后它擦起来是没有什么负担的感觉。那因为它质地轻盈，所以它就会比较能贴合你的嘴唇，可是它贴合又不会让你的嘴唇变得更干巴巴皱在一起。所以它虽然是雾面，可是它并不会让你的唇纹更明显，它反而是会让你的嘴唇比较有那种抚平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如果你想要找雾面，然后你不想要它妆感太厚重，然后或者是说你很怕显唇纹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最后一支开价唇膏了，今天天黑特别快，我赶快把它结束哈。要推荐的是 Solon 的极润断光唇膏，它呢就是其实算是下半年度黑马。那我觉得不得不说，今年的 MIT 的彩妆真的是有点怎么讲，大放异彩，就是越来越多厉害的彩妆品项。那这支 Solon 呢，我自己有拍试色影片，那时候我也是试了很喜欢，我才会想要跟大家做分享。那我喜欢它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包装。它一样是开价的价格，可是它的包装呢，其实我真的觉得是媲美专柜。它是做这种雾黑色的方管身，然后开价既然有做到磁吸，这点先帮它加分。再来就是它推出的颜色呢，我觉得非常能打中台湾女生，应该说亚洲女生的肤色都会很适合，也是比较偏向带点红中橘红色调在里头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粉色，很多人喜欢粉，可是其实粉色反而不一定会能够衬我们的肤色，尤其是肤色可能不够白皙，或者是稍微比较偏黄肤色的人。所以我觉得Solon 这系列的唇膏的颜色调的都非常的好看。那在它上起来的妆感呢，也是属于断光，就是比较低调内敛的光泽。然后我想要推荐的色号是007，007呢它叫做恋人奶茶色，它这系列都是用奶茶的颜色去命名的。可是我觉得它反而比001色号更像太奶的感觉，它就是比较彩度也是比较低，然后带一点点橘棕色调的感觉在里头。然后因为它的颜色不重，所以也蛮适合日常的淡妆的。那在这支 Solon 的极润断光唇膏啊，它的特色基本上就是保湿显色，然后它滑顺度也很好，也很好上色，然后重点是它整个几乎没有就是废色，它整个颜色就是你会有点选色困难的好看。那但是它的小缺点就是我也要跟大家讲说，跟 Maybelline 这支比较不一样，他们既然都叫断光，可是我觉得 Solon 这支它的持久度就稍微略逊一点点，它是属于吃东西完一定要补妆的唇膏。但是呢，就是他们两个各有优缺点，所以他们是妆感比较像，但是大家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包装、喜欢的颜色或者是喜欢的持久度去做比较，这样子。好的，
那终于把我的年度唇膏都分享完了。那因为今天影片篇幅的关系，我每一个都只有推荐一个爱用色号嘛。那我会在下面资讯栏再补充我可能喜欢，就是觉得也不错的色调给大家。那大家应该有发现，就是今年的色系都是比较偏向土棕色、橘棕色、橘红色、枫红色这类，因为基本上这些就是我本来喜欢的色调。但是如果你说我可能喜欢粉色调，喜欢裸色调，也可以从我今天推荐的唇膏中去看看他们其他的色系。那因为我有些有拍过试色，所以我把试色影片有拍过的都放在资讯卡或者是放在下面资讯栏，你们可以点过去参考。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你可以有更好去下手，就是想要买的唇彩。那之后如果想看什么影片，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给我，然后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那别忘了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帮我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